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是我你们的好朋友台湾耳男，没有错，各位又是来开箱我们测试伺服器的新角色了。那么这一次要开箱的还得是我们的绿师傅 Draymond Green 啦。那么各位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角色，他的角色模组啊，都已经准备好要干架了。哇操，制作组也算是相当的用心啊，直接给他来了一个拳击手的姿势。我觉得他应该也要把对 Jordan Po 的那个金币钩也一起放进去才对啊。不对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全明星街球派对会出 Jordan Po 了。好了，那么一样呢，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呢，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，绝非最终上线的效果。那么相信不只是我，很多人呢都非常期待嘴绿，也就是我们的绿师傅登入全明星街球派对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角色是不是跟现实的他一样这么暴力呢？来，我们进正片。难开高了，爽就站起来啦！点进来看这部影片的你呢，如果你使用的装置是移动装置版本的，别忘了在下方帮我热推一下，让更多人都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哦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个角色的立绘以及它的模组啊，整体来说，我觉得算是做的蛮还原的。那它的定位呢是大前锋哦，但大家也知道 ，Draymond Green 他本身就并不是以篮板出名的啦，主要是作为一个组织型的大前锋，甚至有时候会扛到中锋哦。那么因为嘴绿呢，它本身并没有一个比较好去比较的模板，真的要说比较接近的，应该就是 Jason Tatum 的内线模式，所以我们就拿它的内线模式来做个比较。整体来说呢，它的数值就算是普普通通，然后篮板呢，甚至还输内线模式的 Jason Tatum 哦。所以如果说真的打算要出死亡三小阵容，也就是 K 汤加上 Curry 再加上绿师傅的话，抢板可能真的会有一点艰难哦。什么？你说谁会出这种鬼阵容啊？别人我是不知道啦，反正我们这个频道是肯定要出的，对吧？不过它的数值整体来说算是无从比较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去跟其他角色做比较，大家看过就好了。那么加上潜能呢，它的3分可能是可以突破140的，它的整体的3分数值其实以大前锋来说算是蛮高的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强化系统的部分哦。一挥章呢，就是他在2米以内对手的移动速度会下降，那上篮扣篮命中率也会降低，所以韦德啊小心点啊。那另外呢，对手的突破速率也会降低。哇，这真的是有够恶心，专门来恶心人的角色啊。那第二个徽章就是全队传球属性增加3点，然后还有篮板加5。那第三个徽章呢，它在初始还会有一层弱肉强食的被动，哇，这一点就蛮重要的。那基本上紫卡我觉得一定是要满图，这没什么好说的啦。那么伙伴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到时候应该也是带3分啦，或者是篮板也可以哦。那我个人呢是觉得他篮板已经够烂了，所以带个3分这也没问题。什么伙伴居然是 Wiseman，这个应该要换掉了吧？我觉得应该要换 Jordan Po，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到他的技能吧。好，那么第一个技能呢叫做耳听八方。那耳听八方呢，它其实原本是一个加速技能哦，但是现在在 Draymond Green 身上呢，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开启跟关闭的状态技能。那在这个耳听八方的加速状态下呢，它可以去触发一些派生技能。那么派生技能是哪些技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它开启了这个耳听八方。那接下来我在开启耳听八方之后呢，我在掩护之后可以把对方直接干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如果对方开了加速，我也可以直接开启这个技能，把对方干到我的身后。OK， 第一招就看得出来这个角色是个狠角色。OK，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呢，第一个叫做耳听八方掩护对抗，它在加速状态下，只要处于掩护状态的时候，它只要消耗一层弱肉强食。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是什么技能哦，它就可以去释放这个掩护对抗，它是可以撞退对手的，每个进攻回合可以用1次啊，1次怎么够？那肯定是要撞到宝的吧？那另外呢，在防守回合当中呢，也一样可以把对方拉到你的身后哦。那么就是这个耳听八方拉拽。那拉拽之后呢，这个球员在2秒内的无球移动速度会大幅减少，一样每个防守回合可以使用1次。OK， 哇，第一个技能我就觉得好赞哦，我好喜欢这角色 ，Oh my god！ 好，再来第二个技能叫做团队防守，只要他在盯防0.3秒之后，他就会进入防守大脑的状态哦。那么在防守大脑的状态下呢，他会开启以下这些 buff， 大家看过就好了。那另外也要注意的是啊，他在同一名对手的 1.5 米范围内超过3秒之后，他就会进入这个防守噩梦的状态。那这个防守噩梦的状态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状态技能哦，它可以直接像是 Dylan 一样逼停对方的球员。不过这个条件我觉得稍微有点严苛，他必须要在 1.5 米内3秒才可以。那3秒其实非常的长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噩梦状态，它就是在3秒后，他身上会散发出有臭臭的黑气，感觉真的挺臭的。好，再来下一个技能呢，叫做中转站哦，这个非常符合格林的技能包啊。那这个中转站简单来说就是它传球安全距离呢是大幅增加的，然后不管是运球移动速度或者是传球速度呢，这些都会在它使用这个中转站技能之后呢有所增加。那接下来这个组织顺扣呢，它有
有分接球的扣篮技能，也有分持球的扣篮技能。那这个就是一键扣篮技能，这没什么。那再来呢，这个组织掩护也是 Draymond Green 他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哦。他在这个组织掩护的状态下，这个角色是不能移动的，但他本身的碰撞面积呢会增大，所以对方只要靠近他，就会被直接撞到硬直哦。那这个就非常符合金州勇士队的死亡五小的挡拆阵容的理念了。那在这个状态下呢，他可以去选择要自己带球进攻，或者是把球直接分出去给别人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后面练习场的时候也会操作给各位看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弱肉强食呢，也是 Draymond Green 他的核心技能哦。他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，他会直接获得3层的弱肉强食。那只要助攻之后，他就会获得1层的弱肉强食。那特别注意的是，只要想要扁别人，你就必须要有弱肉强食的这个状态了。那下面也告诉你了，对抗类的技能包括莽撞突破、1对1耳听八方、掩护对抗跟拉拽，还有噩梦压迫。最后一个生存法则，这个生存法则呢，简单来说，它只要被对手撞退或拉扯进入硬直的时候，它可以立刻解除硬直哦。所以恭喜啊，恭喜各位已经重置马龙的朋友们啊！重置马龙是一个对的选择，因为马龙基本上遇到格林呢是绝对活不下来的。我只要被撞到硬直，我就可以把对方直接给他球撞下来哦，就像各位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一样。那么对马龙有没有用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实战测试的影片。好啦，接下来让我们进练习场来看看这个角色的技能包吧。好，第一个生存法则，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好，就像这样，我们在被对方逼停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球撞下来，好爽啊！这个，而且只要800点能量，便宜呀，直接把对方球撞下来，你看有没有？哇，真的好爽啊！这一招，哎，你撞啊，很会撞是不是？来啊，哈哈，真爽！好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万金油突破。万金油突破，好，好爽，招招都在扁人呐，真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组织掩护。刚才我们前面有说嘛，你在组织掩护之后，你可以选择要撞进去，然后扣篮，或者是把球分出去哦。那么它的进攻发起大概就像这样子，我在组织掩护之后，我可以选择撞完之后，然后进去灌篮，又或者是我在撞完之后，把球分出去，像这样子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之前 Jason Tatum 的作用哦，因为有一些阵也会是用 Jason Tatum 把人顶开之后，再分给外面的 Curry 来打。只是现在呢，用 Draymond Green 来做这个角色更加适合了。那另外这个角色呢，他在组织顺扣的时候也是可以去做分球的，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组织型的大前锋啊。好，那另外这个角色他也是可以去接球顺扣的。那包含一手接球3分，这个也都没问题哦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噩梦压迫。那这个噩梦压迫就是我要先进入这个所谓的噩梦状态，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待在对方的1.5米内3秒钟，有这个黑黑的雾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按下这个噩梦压迫，把对方直接逼停。那逼停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2秒内是无法使用3号技能按键，这个很有趣哦，它就是让它无法使用特定的按键。好了，那这个就是它其中一个对抗技能。那再来还有一个解除硬直哦，这很有趣哦。这个我在晃动之后，我是可以马上恢复回来，而且还可以把对方逼停哦。哇，这个角色等于说直接抗了被打，然后又抗了晃动，哇，真的是有点东西啊。这个是紫卡，你确定呢？好，再来我们就来看到耳听八方的掩护对抗跟耳听八方拉拽啊，简单来说，我就是在这个挡拆的状态下，再把对方直接干开哦。那这个硬直估计跟马龙的那种对抗一样，是可以停很久的那种硬直哦。那再来下一个就是无球对抗，那无球对抗是对方必须要使用加速技能，你只要看到对方出现那个加速的光，你就直接给他撞下去就对了。加速是不是啊？你想加速是不是？好，我直接把你干开。你看对方一加速，有没有把对方直接干开？哇，爽啊，真爽！好，接下来下一个1对1呢，就是把对方直接在挡拆的状态下干开的一个技能哦。来，你想挡拆是不是？挡拆是不是？好，来啊，跟罗德曼一样，就是挡拆破坏，只是他可以把对方直接干倒在地哦，真爽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刚才都知道 Green 这个角色他有很多的对抗技能，那么实际的对抗技能到底包含哪一些呢？首先呢，这个是1对1，1对1呢就是我在加速状态下，只要对方想挡拆，我就可以直接把对方干倒在地，就像各位在画面上面看到的一样，把他干倒。好，这是第一个1对1。再来下一个呢，叫做噩梦压迫。噩梦压迫就是我只要进入噩梦状态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发动这个噩梦压迫，把对方直接给他逼停下来哦。这是第二个干架技能。第三个对抗技能呢，叫做莽撞突破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在这个组织掩护之后，我可以直接再透过按一次突破键把对方撞开。撞开之后，我可以选择我要进去扣篮，还是把球分出去给别人投3分哦。那最后2个对抗技能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耳听八方拉拽跟耳听八方掩
掩护对抗的这2个对抗技能了。所以总共这5个对抗技能就是我们的律师傅的技能包啦。比较可惜的是没有胸口碎大石跟踢蛋蛋啊，我这边真的建议营运要加上这2个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么以上呢大概就是今天这一个律师傅的所有开箱技能介绍了。那么当然还是老话一句，今天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都是测试伺服器的内容哦，正式上线的效果呢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好了，那么讲回呢，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色他在到时候推出的时候，可以说是给整个贝达体系呢带来一个震撼弹哦。他等于说废掉了大半的贝达体系，包括甚至连马龙的贝达呢都可能对他不再有用。我觉得要抵抗贝达，并且让对方直接掉球，只有800点能量是有点低了，但也确实啦，毕竟我们律师傅可是多次入选防守1阵的超级万金油球员哦，我觉得给他这样防守的 credit 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哦。那么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期待用律师傅上场干架呢？哇，我跟你讲，我到时候肯定会组一个专门干架的阵哦。我没有要赢球，我就是想要干倒你们全部的人。好了，那今天这部影片大概就到这个地方啦，我是台湾男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。